苏猛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来电显示，对贝贝说道：“是你哥哥打来的。”贝贝示意他接听哥哥的电话。苏猛嘀咕着：“宝宝不忙吗？还有时间打电话给我。”他还是接听了未来大舅哥的电话。阿蒙、小19他们已上了飞机，3个小时后到，你们去机场接一下他们。苏猛愣了一下，随即说道：“咋来的这么快？”宝宝说道：“还快吗？小19早就吵着要过去了。前2天家里来了贵客，没空送他们去机场，才拖到今天的。小19天天都在念叨他要姐姐，他要姐姐，还说你过去也不跟他一声，害得他还要等上几天才能去我六叔家里。”苏猛说道：“他如同贝贝身上的挂件一样，带他过来，我还能和贝贝好好聊聊天，说说话吗？简直就是寸步不离的。最让我无法忍受的，他还要跟着贝贝睡。他等了20年才等到贝贝长大，可以和他谈谈情，说说爱了，但他连亲都还没有亲过贝贝，就更不要说睡了。小19就算是贝贝最小的堂弟，苏猛也会吃他的飞醋。你也不帮我劝劝19，让他迟几天再过来，我就那么几天的假，好歹让我这几天假里都能陪着贝贝呀。”宝宝笑道：“小19的禅功一流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帮你。我就要被他吵得脑壳都昏，我9婶被他烦得恨不能将他塞回肚子里，回炉再造个女儿出来。带着我9叔又骂我9叔哄他生的19，结果生了个烦人精。他说哥哥们没空送他，就给他买好机票，送他上飞机就行，他自己飞过去呢。5岁大的娃啊，他们可不放心让小19自己坐几个小时的飞机去六叔家里。”苏猛叹气：“有什么办法？谁叫19是贝贝最小的弟弟呢？他们都长大了，小19才5岁大，全然是大家疼着的对象。那我就只有3个小时和贝贝单独相处的了。15刚才当电灯泡，我用买试题给他做，把他吓回屋里去，才有时间和贝贝在后院散散步，说说话。来几个人？哥，是谁和19一起过来？”贝贝凑近前问道。宝宝答道：“还没有上班的那几个都过去了。”小9也一起吗？9少是战维和蓝若若的长子，今年19岁。往年的寒暑假，小9都是进公司打杂的，当磨练了也能赚点零花钱。他们不缺钱，但自己上班赚到的钱花起来意义不一样。小9要上班不能过去，就去了9个。你叫上六叔家里的司机一起吧，一辆车是坐不下那么多人的。贝贝哦了一声，9个堂弟一起过来，再加上六叔家里的战序，10个堂弟在他耳边吵闹。哎，他耳根清净的好日子也结束了。最头痛的就是18和19。18是八叔的小儿子，今年10岁，比小19大了5岁，但兄弟俩还是经常吵架，甚至打架的。18说19不出生，他就是家里最小的，大家都疼他，他得到独宠5年。小19一出生，抢了他最小的位置，同样的也抢走了属于最小的宠爱，所以18就跟19不对付。好在对外18还是会护着19的。兄弟俩吵闹是在家里吵闹，他们都回来了。宝宝说道：“知道你在六叔家里，19又要过去找你，他们就赶紧回来了，跟着19一起去六叔家里。六叔已经知道了的。战远知道又有几个侄儿过来，已经去买新鲜的食材了，觉得家里的食材不够做那么多菜，孩子多，吃饭热闹，大家的胃口变得特别好，一顿能吃掉不少饭菜呢。当然了，战远很喜欢这种热闹，就是欧阳家的长辈也喜欢，哪怕孩子多会吵闹，他们也喜欢，说家里就要有孩子才会热热闹闹的，跟老太太生前一样，就喜欢家里热闹。好吧，等会儿我和贝贝去机场接他们。苏猛认命了，在他喜欢贝贝时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。
贝贝会有很多兄弟，父母私底下也跟他说过，他真的喜欢贝贝，一定要做到感情专一，否则贝贝的兄弟能把他撕了。父母感情专一，结婚几十年了，感情好的如同初恋。他耳闻目睹，受家庭的陶熏，感情上肯定是专一的。他也不怕贝贝兄弟多，唯一影响的就是他想和贝贝单独相处有点难。这不9盏超级亮的电灯泡在飞来的路上了，一盏电灯泡都够刺眼的了。假期到了你就回来哈，别拖。宝宝还不忘叮嘱苏猛在结束假期后赶紧回公司给他当牛做马，以为娶他妹妹那么容易啊，不做上几年牛马都别想娶到他的妹妹。苏猛说道，知道了，我假期结束后贝贝也要去风尘集团上班，他要去严姐手底下做事。宝宝说道，在严姐手底下做事才能学到东西，我们都太疼他，总担心他会累着，他反而学不到东西。宝宝是清楚的，但他做不到。只要妹妹在他手底下上班，他就想让妹妹坐着领工资，什么活儿都不想让妹妹干。他知道那样妹妹是学不到东西，积累不了经验，可他就是忍不住那样做。妹妹去茶水间倒杯水，他都怕妹妹会烫到手。贝贝去严姐家的公司上班，严姐在工作原则性很强，1是1，2是2，没有私情可讲，在那里才能学到东西。哪怕君家的长辈也很疼贝贝，大概率也会让严姐罩着贝贝，不过长辈的话严姐不会听的。苏猛偏头宠溺地看着贝贝，说道，咱们的贝贝啊，明明可以躺平，偏要努力拼搏，要当女强人。贝贝说道，我才不想躺平当米虫呢，我就要学严姐，哪怕我没有严姐那么厉害，能自力更生也不错。当米虫让他觉得是虚度光阴，你只要努力，一定能像严姐那样的。苏猛记着贝贝承诺过的事，等他的第1家公司成立并步入正轨，稳定发展了，他向他求婚，他便嫁他。他现在比谁都希望贝贝快步成为女强人，那样他就能抱得美人归了。宝宝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和贝贝也要准备去机场接那几盏电灯泡了。宝宝叮嘱他开车慢点儿，便挂了电话。挂了电话后，苏猛对贝贝说道，15这盏电灯泡已经够亮了，现在好了，一下子又来9盏，咱们就是想说悄悄话都找不着机会。贝贝摊摊手，颇为无奈的道，我有什么办法，谁叫我是他们的姐姐呢？唯一的姐姐，你摊上的就是我这个有18个兄弟的青梅，要不你换一个对象。苏猛轻点一下他的翘鼻子，不许跟我说那样的话，我认定了你，这辈子非你不娶，也只爱你一人，换不了，你也别想换掉我。谁敢和他抢贝贝，休怪他不客气。他苏家也不是好惹的，为了护住贝贝，他是不介意仗势欺人的。逗你的。贝贝笑道，我知道你不会换掉我的。走吧，咱们先回屋里去跟六叔说一声，借我六叔的车子去机场接他们。19一出机场就能看到我，肯定很开心。放假后，他偷偷跑到六叔这里来过清静的日子，没有等19放暑假，更没有带上19已经委屈至极，他再不去接机，19又要哭了。那小子一哭起来，全家人都头痛。那哭功一流，听长辈们说，19的哭功跟小时候的君飞哥哥有的一拼。苏猛带着他走出凉亭，嘴里嘀咕着，我都要哭呢。他和贝贝都还没有好好单独相处，约会，电灯泡就来了一串。哎，要娶贝贝为妻是挺不容易的，他这个准姐夫对那11个小舅子都要一样的疼爱呢，还有7个大舅哥也要敬着讨好。明明他比他们都要大，在他们面前，他却端不起大哥大的架子。2个人回到了屋里，战旭在玩积木，他从小到大最喜欢拼积木，家里专门给他腾了一间房，
放他拼好的那些乐高积木。看到两个人回来，占旭还怕苏猛要给他买试卷，讨好的道：猛哥，我可没有在打扰你和我姐姐谈情说爱。贝贝走过去轻弹一下他的额头，小孩子家家的，懂什么谈情说爱？姐和猛哥就是随便聊聊天。占旭被姐姐弹了额头也不生气，他嘿嘿的笑：姐，我12岁了，不是3岁的小孩子，连10。9都知道猛哥以后会是我们的姐夫，15还是这么爱拼积木呀。苏猛在占旭旁边坐下，听到占旭后面那句话，他马上说道：既然你不要试卷，那猛哥给你买乐高积木，你想要多少都给你买。猛哥他的积木房里还有很多没有开和拆包装的呢，暂时不用给他买了。没事，买回来先放着，有空了再拼。喜欢玩积木有益智力，我们小时候也爱玩，都有过童年。苏猛记得他们小时候也爱玩积木的，他经常和宝宝比，看谁先拼出来呢。买一样的积木，然后看着时间，先拼出来的就赢了。真的，猛哥，那你啥时候带我去买？我房里未拆的积木不多了，我要多买点回来。又看中了很多想拼的积木，但我爸妈暂时还不肯给我买。占旭笑咧了嘴，问苏猛什么时候带他去买他想要的积木。我妈说我上初中后，我的零花钱就让我自由分配，到时候我喜欢的各种积木都买回来。晚上吧，现在我和你姐要去机场接19他们在来的路上了，晚上带你们去逛街购物，想要什么都给你们买。大家都把他当姐夫了，他当姐夫的自是宠着小舅子吗？占旭笑得更欢，谢谢姐夫。贝贝轻捏一下他的脸，叫猛哥。你姐我和猛哥还没有结婚呢，你这改口改得也太快了点儿，至少你们还要等上3-5年才能叫他姐夫。占旭笑嘻嘻地道，反正早晚都要改口的，姐又不会换个人，你要是换个人，我就先不改口了。姐换吗？不换吧，不换的话，我提前改口有什么叫熟一点，让猛哥也早点适应姐夫这个角色。苏猛也是笑嘻嘻的，15说的对，早叫晚叫都要叫的，早点改口让我适应一个姐夫这个角色。我是第一次要当姐夫这个角色呢，没有经验，紧张得很。怪不得苏猛突然说要送很多乐高给占旭了，是迷失在占旭的那句姐夫里了。姐，你们要去机场接19吗？就19一个人过来。想得美，你那些没有上班的哥哥弟弟都来了，9个人。占旭欢喜地跳起来，那我有办完了，我要和哥哥弟弟打球，算上他的表兄弟们，可以组成一支足球队，反正家里有个小足球场，可以踢足球。室友办了，你们可以天天打球，玩游戏、游泳等都可以。苏猛忽然觉得电灯泡多也无妨，可以将所有电灯泡组织一起，让他们自己玩。他和贝贝就充当观众在旁边看着，也能跟贝贝谈情说爱。晚上再带贝贝出去看场电影，算是约会了。姐，猛哥，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机场接19。行，那你把东西收起来，免得我六叔回来看到摆满桌子，又要说你了，这些东西那么多的零件，又小小个的，掉了几个你都拼不完整。等我几分钟，我马上收拾。占旭赶紧收拾桌子，将他未拼完的积木收起来。贝贝打电话给战远，告诉战远他要用一下车库里的车，去机场接人。战远早就知道其他侄儿过来，他就是出去买菜的，车钥匙都在那里，你想用那一辆车就用那一辆，我安排2个司机跟着过去，你别开车，让苏萌开，你那车技六叔怕。贝贝不依的道，六叔，我的车技很差吗？我都算是老司机了，考到驾照好几年，他自认车技很好，你车技不差，跟你妈一样。
开车像开飞机一样，我也怕吓到苏猛。贝贝嘻嘻的笑，我就说嘛，我车技那么好是有原因的，原来继承了我妈的好技术。反正你别开去，从家里到机场挺远的呢。贝贝，你在六叔家里度假，六叔得对你负责任，保证你好好的。贝贝无奈的道，行行行，我不开，让猛哥开车，六叔可以放心了吧。15说跟着我们一起去机场。战远嗯了一声，